大家好，我是沙琳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路的一个基础意识的相关讲解。魔引万妙之门，对面开局中辅连体，那我们就不要第一时间上去白白被对面打状态了，我们等小乔用完技能后再上去，连人带兵的一起打，注意看小地图。我们家的老虎进对面野区了，如果打起来我们要第一时间去支援，打不起来就算了，我们这把玩的是远法，前期的清线速度是远远不如小乔的，所以不要着急，我们先把自己的兵线处理好，然后再考虑支援。现在我们没必要下去，因为打野反了对面的蓝 buff， 我们可以帮助打野提速，让打野能更快地刷完自家的野区。如果不能出节奏，我们就要第一时间返回中路，小乔在下路，那么中路河道就是安全的，我们可以直接走。打野选择帮我们快速过中线，我们清完线就可以去帮打野快速的刷野区。热知识，4分钟前打野是不会分我们的经济和经验的，一般来说也可以选择去抓上路或者下路，但由于我们打野是老虎，并且开局反了对面的蓝，所以这里我们选择帮打野速刷蓝区。这里我们看到对面打野选择吃中路这一波线，他还没有来得及刷红区，那我们帮老虎快速出野区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对面的红区了。这一波主要的问题是对面小乔的选择出现了错误，他应该在我和老虎在中路漏视野的第一时间返回自己的中路，而不是在下路无意义的支援，这样他就能和自家的打野在第一时间快速的清完中线，并且帮助打野刷红区提速，这样就能避免自家红区被禁。所以大家看到对面选择了强势的打野时，要第一时间考虑如何保护自家的野区，而不是无意义的去进行一个支援，除非对面压得很深，可以去绕后切断对面的退路。你看上路对面压得很深，我们直接去切他们的退路，配合打野拿击杀对面的下后蹲，快在，这时候对面的蓝也要刷新了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反蓝，这里打野拿完对抗路的河灵会直接传送到中路，我们就直接去中路等着就好了。如果我们选择和打野一起打河灵，会亏中路的线，以及等打野传送之后我们才能再传送，这样节奏就慢了，所以我们这里选择直接回中往蓝区靠。当我们陪打野进对面野区的时候，我们要优先保证自家的安全，打野一般是有位移的，如果我们进得太深，遇到危险打野是很容易就能跑掉的，而我们就只能白白的送掉自己的人头，这样不好，所以我们得小心一些。马克转大，我们直接用自己的控制技能打断他，拿下2连击破，爽爽的对面狂铁在草里，我们先等一下队友，然后再往前走勾引他。如果这时候他敢过墙打我，我们就配合队友留下他，前期狂铁秒不掉我们的，而且我们还有一个闪现在手，不怕，对面红区马上刷新了，我们继续配合队友进野区。收到。狂铁切我们后路，不要怕，不要急，他前期伤害不高的，我们冷静的交闪，隔墙潇洒离去。如果刚刚直接闪现的话，我们可能跑不了多远就会被击杀了，现在我们没有状态了，这时候一定不要再去浪了，不要给对面机会，我们直接回家补状态。现在我们已经是有非常大的优势了，对面有回血能力很强的英雄，我们法师是可以直接考虑出梦魇的，射手如果前期出制裁是非常亏伤害的，所以我们得补减治疗的装备。这里我想的是有瑶在，马可如果转大肯定是能第一时间打断的，4打2是不怕的，但是我们永远也无法预料到队友的选择，所以这一波没有技能和闪现的情况下强行抢占视野是非常不可取的，大家不要学。接下来我们就和队友一起进野区控龙，那么这把就能稳稳的拿下了。优势局一定要记得有机会就要去带线推塔，不要沉迷于无意义的打架。我们要围绕着资源去打，所以你看我这波就没有乱走，直接趁着对面中路乱走的时间推塔。这里如果我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推塔，那么这中一塔肯定是推不掉的，中一塔是非常重要的，这点要记牢，以后是要考的。这里来蹲一下对面转线，因为有闪现加上大优势，所以可以大胆的来蹲一波，蹲到你了，
小可爱。我差一点伤害，有点可惜。那么今天的中路前期基础意识的讲解就到这里了。接下来在这么大的优势下，队友不浪的情况下，对面也是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力，就被10分钟平推了。最后这里是阿玲，祝大家天天开心，万事如意。游戏并不是生活的全部，无论队友玩得好与坏，我们都要保持良好的心态，这样才能更幸福的活着。